只是临时假扮关公唱了场鬼戏，竟有人请我去当门神镇宅驱邪，在门口坐一晚就给500。哪知半夜遇到黄鼠狼上门申冤，只见他人力而起，双爪合拢作揖，冲着朱剑锋拜了一拜。关圣帝君，小黄冤屈，还请关圣帝君为小黄做主。黄鼠狼居然会说人话，而且还误会，真把他当关公了。朱剑锋只以为自己神智出问题，出现了幻听，一时间就呆坐在那里。见他不动不答，黄鼠狼再又叩头，竟是掉下泪来。不是小黄闹腾，实在是小黄死得惨了。那姓于的把我捉住后剥皮吃肉，小黄惨了。请关圣帝君为小黄做主。这下朱剑锋可以确定，不是自己出现了幻听，而是眼前的黄鼠狼确确实实是在说人话。朱剑锋被吓到了，整个人都有点僵直。黄鼠狼说人话，那就是黄仙啊！黄鼠狼却在那里不停的作揖，诉说着自己的委屈。见他这个样子，朱剑锋胆子又大了起来。你是说，是这位于总害了你？是。黄鼠狼连连点头。那你其实已经死了。朱剑锋又问。是。黄鼠狼再次点头。但小黄一口冤气不深，我又没偷他家鸡，也没去他家闹，我就在他家的河边捉点鱼吃，他为什么要下网捕我，还把我剥皮抽筋？我不服，那是有点过分。朱剑锋想了想道，那你的意思是，我本来想闹腾的他家宅不宁，不过看在关圣帝君的面子上，我可以不闹了。那太好了。朱剑锋忙道，还是不要闹了吧，你急一死，那就往生去吧，或者转生为人，那也是好的。转生为人也不好啊。黄鼠狼有些纠结的道，人太累，我活了100多年，在这河边几乎每年都能看到跳河的人，做人还不如做黄鼠狼呢。朱剑锋顿时就傻眼，这话他竟找不到理由反驳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请关圣帝君封我为神？黄鼠狼肃身正立，大礼拜下。关圣帝君如肯封我为神，我愿在帝君座下奔走，永为臣属，忠心不二。封你为神？朱剑锋目瞪口呆，这个要求过分了呀！他只是个做点零散杂活的打工人，搬搬砖抗抗活还行，今夜扮关公只是角色扮演，不是真的关圣帝君啊！这个神他要怎么封？骗人不骗黄鼠狼？那怕不行，这黄鼠狼死了还能闹腾，还真有几分邪气。朱剑锋可不敢骗他。就在他纠结之际，脑中蓝光突然闪了一下，有声音响声，关圣帝君封神系统启动。随后朱剑锋眼前出现一张黄色的地图，地图上写着一行字：关玉封神榜。关玉就是关圣帝君之玉，不过现在的关玉还很小，以他为中心只有10米半径，关玉之内他最大，无论谁进来都要受他压制。关玉以后可以努力扩大，他可以封神，封得的神先进关玉，随他征战朱邪，等关玉扩大可以分而治之。关玉已开，请尽快进行第一次封神。面对系统提醒，朱剑锋却在那里发呆。我居然要像姜太公一样封神了，这太神奇了！可我这关公也是假的呀！他惊喜之下呆怔，黄鼠狼却以为他是不愿意，也不敢勉强。小黄知道自己没什么功德，如果关圣帝君实在不愿封神，那请关圣帝君跟姓于的说一声，让他明天中午祭我一祭，给我烧炷香，我看关圣帝君的面子也就算了。他说着冲朱剑锋又拜了一拜，转身不甘不愿的走了。朱剑锋觉得他可怜，想叫住他，张了张嘴又闭上，因为朱剑锋不知道这个关圣帝君封神系统到底是真是假。他把那关玉打开又关上，试了几次，好像是个真的，这让他又惊又喜，人生好像打开了新的一页。第二天早上，于荣准时打开门，看到朱剑锋还持刀坐在门前，而且一脸精神奕奕的样子，他心中欢喜道：小朱辛苦不辛苦？朱剑锋昨夜可是得了大彩头，哪里会觉得辛苦？小朱来到屋里坐，一起吃个早餐，那就有劳于总了。朱剑锋也没客气，有个事还得和于总说一下，你是不是捕杀过一只黄鼠狼，还剥了它皮，吃了它肉啊？是有这么回事？有几年了吧？他有些吃惊的看着朱剑锋，小朱你怎么知道？这个于总就别问了。这样好了，你今天中午弄几个菜，搞2杯酒，上一炷香，祭一下那只黄鼠狼，他就不会来闹腾。原来闹腾的是那只黄鼠狼啊！于荣恍然大悟，不过也是，黄仙是有点邪气的，我当时也是年轻不信邪，现在都后悔了，现在后悔也不迟。朱剑锋安抚道，于总今天中午祭一下也就没事了。行，于荣应下来，不过他自己有事，中午要接待一个客户，就让他老婆祭一下。他老婆也是信的，还真准备了酒菜。但中午的时候，于荣儿子于东风回来了，还带着女朋友。于东风在城建局上班，女朋友是县3中的老师，听说母亲要祭一下神，这下于东风不干了，觉得在女朋友面前没面子，都什么时代了，还信这些？要是小雅觉得我们家迷信赌气，她会有意见的。于荣老婆一听有道理了，心下想改天祭也一样，于是把酒菜用来招待儿子的女朋友。黄鼠狼和朱剑锋是约好的，说了中午祭，关公是信人啊，关公既然答应了，自然不会失约。黄鼠狼中午就来了，结果来了一看到好，酒菜是有了，却根本没祭他，顿时就恼了，连关公都不可信了吗？人类果然没一个讲信义的。黄鼠狼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一咬牙往于东风身上一扑。于东风正甜甜蜜蜜的给女朋友夹菜，猛然间眼一瞪牙一咬，突地站起来，伸手就把桌子掀了，吃，我叫你们吃！女朋友尖叫着跳开，他妈妈也急了，小东你发什么神经？我叫你们吃吃啊！于东风咬牙切齿，还跳着脚在菜上乱踩，又拿凳子在屋里乱打，剥我的皮，吃我的肉，让你们记一下，理都不理，岂有此理！他一面叫，一面乱舞乱打，形若疯魔。吃啊，我让你们吃个够！他女朋友吓得花容失色，他妈妈却是知道一点是有的，慌忙给于荣打电话。于荣一听就急了，说了让你们记一下了，怎么就不听呢？等他再开车回来，于东风还在那里乱舞乱打，我给小朱打个电话问问他。此时朱剑锋正在一个小区里扛火搬水泥呢，刚好要吃中饭。接到电话，朱剑锋道：于总你别急，我过去看看吧。他骑车刚到于家，于荣一脸狼狈在门口等着。
小猪，对不起啊，我中午接待个客户没在家，让我老婆记一下。结果儿子刚好带女朋友回来，怕女朋友笑话，想着过几天记也行，中午就没记了。谁知我儿子就给黄鼠狼碎。听他说了前因后果，朱剑锋点头，是个误会，我看看能说得清楚。朱剑锋到屋微微一眯眼，就看到于东风肩头蹲着一只黄鼠狼。黄鼠狼看到朱剑锋，一脸委屈地对朱剑锋叫道：“关圣帝君，你也骗人的吗？皇兄，这是个误会，我昨天跟于总说了，他也让他老婆准备了酒菜，但因为他儿子带女朋友回来了，就没记你，并不是诚心骗你。”听完朱剑锋的解释，黄鼠狼就哼了一声，扭过头不看他。朱剑锋知道他心中有气，想了一下，这样好了，你不是想要封神吗？黄鼠狼眼光一亮，关圣帝君愿意封小的为神吗？可以。朱剑锋话落，关于封神榜出现，半张桌面大小立在半空中，而一看到封神榜，黄鼠狼瞬间鼠眼大亮，立刻从于东风肩头跳了下来，直接在朱剑锋面前跪下，以头触地，极为恭敬。黄鼠狼，你想做什么神？朱剑锋问。但凭帝君赐封，黄鼠狼声音恭敬无比，小的愿意在关圣帝君跟前为帝君奔走。这样啊？朱剑锋想了一下道，那某家就封你为左路先锋吧。黄鼠狼大喜叩头，多谢关圣帝君。左路先锋将黄二毛拜见关圣帝君。年里，朱剑锋一摆手，黄二毛一手进了关羽封神榜，这算是朱剑锋有了第一个手下。黄二毛一入封神榜，朱剑锋脑中同时叮的一声，第一次封神成功，奖励丹凤眼。两眼间微微一麻，脑中同时获得信息，这个丹凤眼和关公的丹凤眼有些类似，或者说就是借关公的丹凤眼命名的。关公的眼睛很有特色，细而狭长，平时总是半睁半闭，一旦发威陡然瞪大，不留神就会给他吓到，反应不灵敏的就会给关公一刀斩。所谓关公不睁眼，睁眼要杀人。系统奖励的这个丹凤眼有着同样的威能，凤眼斗争时电光一闪，可威慑敌胆。无论是人是鬼是神是魔，给丹凤眼一瞪，胆气都要卸掉3分。若是胆子小的，被瞪一眼可能就吓得脑袋空白，任打任杀了。虽然只能吓人，但也还行了。朱剑锋是个容易满足的人，稍稍有点遗憾，但又总好过于无。黄鼠狼不再碎着于东风，于东风自然就好了，只是打杂了半天，歪在沙发上，整个人都累塌了。好了，于总，没事了。朱剑锋对于荣道，贵公子只是累着了，休息一下，睡一觉就没什么事。太谢谢你了，小朱，太谢谢你了。于荣连连道谢，当场就给朱剑锋转账1万块。朱剑锋一看是1万块，觉得有点多，但随后一想，人家这是给关二爷面子，也就收下了。于荣家里还乱七八糟的，朱剑锋还有几吨水泥没搬完呢，就先行离开了。朱剑锋这边是走了，可生意就是这样，万般开头难，踏实做事自然不缺客人上门。等于东风第2天一好，于荣可就四处宣传了，到处说朱剑锋那天的事情。他有一个朋友姓顾名菊，手上新开发了一个小区，但建楼的过程中各种不顺，光工伤事故都出了好几起了。然而请了几路师傅，僧道马什么的都有，但却没什么用。这会儿听了于荣吹朱剑锋的事，当即决定也请朱剑锋当一回门神，在新小区前面坐一晚上看看。于荣当即就打通了朱剑锋的电话，可见了面，布局稍却有点失望。朱剑锋看着高大壮实，但实在是太年轻了，最多20出头，脸也有点憨。这要是找扛活的，肯定找这种一看就信得过。可布局的是有点神神鬼鬼的，那就得找那种童颜鹤发的高人了。一开口云里雾里，仙气飘飘的。朱剑锋这写实的风格相差实在太远了，但有于荣的面子，布局就决定还是试一下。他这工地主要是白天出事，晚上也不开工啊，想出事也出不了。他就对朱剑锋道：“小朱，我这个工地就是白天经常出点事，要不你就辛苦一下，在门口坐一坐，一天1000块怎么样？”朱剑锋给于荣手一夜，乔成说是500呢，这会儿布局给1000，那肯定可以啊。第2天一早，朱剑锋就赶到了工地上，布局在工地门口给他摆了张椅子，还撑了一把太阳伞。朱剑锋已经换了官袍，带了官刀，就那么大马金刀的在椅子上坐下来。进进出出的工友看到这一幕，都像看笑话似的，看着这滑稽的一幕，布局当时就恼了，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他自己其实也觉得有点搞笑，看朱剑锋红脸绿袍，持一把关刀坐在门口，总觉得像唱戏一样不靠谱。可朱剑锋只是坐了一上午，工地上安安生生，哪怕给钢筋戳伤手指都没有。布局特地在工地上守着，心下顿时就有了几分信心。直到下午4点多的时候，一个小包头来找布局，看到了朱剑锋，好奇地问：“顾老板，那啥子意思？”布局随口解释：“我这工地最近不太安生，就请关公坐镇一下，压压血。”关公镇邪，小包头点头，是个办法。但他盯着朱剑锋一看，越看越眼熟，叫了一声小朱。朱剑锋应了一声：“牛包头，你来找顾老板了。”是啊，牛包头应着，扯着布局拐到一个角落，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。什么是这么好笑了？布局有点猛地看着牛包头：“老布，你知道刚那人是谁不？”牛包头拿纸巾出来，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。“谁呀？”布局疑惑的道：“不就是小猪吗？”“是小猪，可你知道小猪干嘛的不？他就是个懒杂活的，扛水泥、搬砖、绑钢筋、背大车，越是力气活，他越是有劲。”这让布局就有些牙疼了。这也没什么吧？草莽中卧虎藏龙，历史上也不少见。老布啊，我就问你，你要是个有真本事，能镇压鬼神的，至于去扛水泥不？那水泥可不轻，一包100斤扛上6楼，我就给1块钱，一吨20包就赚20块钱。你但凡稍有一点点本事，会去赚这个钱不？别说1吨，我估计你扛1包就给喊娘了。布局僵住了，一包水泥100斤，扛上6楼才赚1块钱，这得是多辛苦的钱啊！这谁给你出的主意？牛包头见他发愣，问道：“于荣，那个货呀！”牛包头叫起来，他肯定就是骗你，这会儿只怕就躲在哪个角落里抱着肚子笑。他这么一说，再想想于荣以往的一些恶作剧，布局彻底不淡定了。我就不该信了那个家伙，他觉得给人涮了，闹了个笑话。
顺便也恼上了朱剑锋，直接发短信让朱剑锋回去，1000块他也赚了过去。这是于荣坑他，和朱剑锋无关。朱剑锋老老实实在工地大门口坐了一天的，大太阳底下，虽然打着把太平伞，那也热呀，这钱他不会扣的。朱剑锋那边硬着收了钱，又做到6点太阳下山，这才回去。这一面布局正准备找于荣的麻烦，牛包头却道：“你这工地老出事，是要想点办法才行。小事故还好，最多出点钱，真要出了大事故，死伤个百，那就麻烦了。想了呀，请了2个师傅了，都不起什么作用。你得请那高明的呀，别想着省钱。西河的麻大师，你请了没有？”麻大师布局想了想，摇头：“有听说过，不过那一位架子大，听说要请他，蛮麻烦的，我还就烦这个。这样好了，你掏8万，我帮你请过来，明天中午准到，行不行？”布局想了想，一咬牙：“8万就8万，这个钱我掏了，这就对了嘛。”牛包头当即就打通了麻大师助理的电话，那边要求果然高，不但要亲自去请，还得先把钱打过去，然后晚上和牛包头一起上门，提了礼物，又花了好几千块，麻大师这才答应，明天中午准时到。第2天中午，麻大师坐着宝马，后面还跟着一辆面包车，麻大师随身带2个女弟子，一个18、19岁，一个30出头，都很漂亮，虽然穿着麻衣，却别有一番韵味。另一辆面包车上下来4个男弟子，还带着一整套的法器、经幡之类，这场面一看就把朱剑锋比下去。看看，这麻大师一出场，那高人风范就来了嘛，哪像那个扛大包的。布局也咬牙，我就是给于荣那小子坑了，待会他来，我非骂他一顿不可。他还敢来呀？牛包头问他，昨夜还打电话问我呢，说什么有关工作证，工地上是不是安生了？我给他骂了一顿，结果他还急了，反过来骂我，说我脑子糊涂。听说我请了麻大师，他说今天要来看热闹，要当面打我脸，真的假的？牛包头倒是好奇了，这意思是他让你请那什么关公，不是恶搞？鬼知道。布局咬牙道，等他来，你帮我骂他。说话间，于荣开着一辆黑色大众来了。他沉着脸，一指麻大师就开骂，一个道人带着2个女弟子，那女弟子那脸上春意就写在那里，明摆着不正经，这种货色也能称大事？对，牛包头和布局还没开口呢，反给他先骂了一顿，布局一时间都不知道要怎么说了。牛包头倒是嘿嘿冷笑2声，玩个把女人算个屁，有真本事就行。于荣同样嘿嘿冷笑，我今天就来看看这麻大师有什么真本事。这时那个18、19岁的女弟子走过来，顾老板，我师傅说了，你这工地却有鬼气，我师傅11点过8分开坛，帮你把鬼捉了，以后就不会有事了。多谢麻大师。布局忙道谢。牛包头也道，有劳麻大师了，只要能除了邪，工地安生了，我们这边必定还有谢意。他这话让女弟子表示满意，那我就禀报师傅开坛了。他说着往回走，脚下一绊突然摔倒在地，由于天热，他道袍下没有另外穿裤子，一双大白腿就露在了外面。于荣不由得大笑一声，布局没笑，牛包头也有点尴尬。到了时辰后，麻大师的男弟子们不谈做法，场面确实可以，男弟子敲锣打鼓吹唢呐，女弟子舞剑，还蛮好看的。麻大师则一手铜铃一手宝剑，踏着雨布，别的不说，这架势是出来了，把在场的几百个工人全都看得呆呆痴痴的。看看，这就叫气场。牛包头哼了一声，瞟了一眼于荣，于荣同样哼了一声。花架子有个屁用，花不花架子我不知道，反正能压住人，也能镇住狗，那就行了。牛包头有些不服气，但就在他说话间，麻大师突然大叫一声，一剑劈在一名女弟子肩上，把女弟子劈倒在地。他手中的桃木剑一断，麻大师随后丢了断剑，扬起手中的铜铃，打向另一名女弟子。那女弟子倒是个机灵的，转身就跑。他一边跑一边尖叫，不好了，师傅给邪物碎着了！这一叫全场炸锅，麻大师都给邪物碎着，这邪物大白天的赶出来，好厉害呀！一众工人还有看热闹的群众，眼见麻大师提着剑满场砍人，全吓坏了，四散逃跑。慌乱之下，有的扭了脚，有的丢了鞋，还有小孩子吓得摔在地上，哇哇大哭。这边布局3个也全惊呆了，布局最先反应过来，这要怎么办呢？牛包头傻眼了，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。于荣却是个有经验的，急叫快请小猪，上次我儿子也是这样，给碎住了，急请了小猪来收了邪物，才没出大事。那我打小猪电话。布局叫着却又道，老于你和小猪关系好一点，还是你给他打的？行。于荣这会儿倒也没有推辞，当即就给朱剑锋打了电话。朱剑锋还真离得不远，就在另一个工地上搬砖呢。接了于荣的电话，飞快的就赶了过来。他穿一件旧 T 恤，脚上的裤子挽着裤腿，脑袋上面还扣了一个安全帽，这装扮要和麻大师比，那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但于荣尊敬的急迎上去，小猪，事情麻烦了，麻大师给邪物碎种，你想想办法，真要是闹大了，老布这工程就不好搞了。他这不是故意夸张，以前只是零零碎碎的商人，可以说是不安生，但也可以解释为工人不小心。但今天搞这么一出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对，工地上有邪祟，谁还敢来干？就算出得起高价，把工程搞完了，闹邪的房子谁敢买呀？布局当然也明白这一点，几乎要哭了。牛包头则一脸的丧气，他也想不到，声名赫赫的麻大师，别说这小小宁县，在西河神道界都算的1号，不但没拿住邪祟，自己反而给碎住，这不是笑话吗？没事，朱剑锋倒是一脸镇定，看了一眼还在满场乱跑的麻大师，交给我了。他来得及，没穿官袍也没拿关刀，不过丹凤眼或许可以用。他迎着麻大师走过去，麻大师提剑就向他冲过来，眼见冲到5、6米开外，远远看着的布局几个都悬起了心。却见朱剑锋冷冷地看着麻大师，突然一声利齿，何方邪物，还不快滚！说着，他微闭的眼陡然一睁，凤眼发微，眼眸中2道冷电一闪。麻大师一愣，突然仰天就倒，一缕黑气从他身上冲出来，往地下一钻不见了。朱剑锋暗出一口气，他这会儿除了关玉封神榜，就只一个凤眼，要是下不住那邪物，他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。
当然怕也是不怕的，把关羽张开，邪物即便赶尽也伤不了他。麻大师在地下躺了一会儿，猛地睁眼爬起来，他看一眼朱剑锋，也不吱声，转身就走。他几名徒弟都在车子边上，明摆着情况不对就要丢下他逃命。见他过来，那名30多的女弟子道：“师傅，你没事了吧？”麻大师嗯了一声：“我没事了。那个谁的钱，你回头退给他，我们回去。”哎，那女弟子忙点头。他打开车门，让麻大师上了车，宝马一溜烟直接开走。后面的男弟子也收拾完家伙事，跟在后面灰溜溜的走。于荣看着他们冷笑，牛包头一张脸胀成包子，拨通了麻大师助理的电话，还不等这边开口，那女弟子道：“我师傅今天不太舒服，法力发不出来，你这边的钱我们会退。”说完就挂了电话。牛包头有些恼，想要再打骂一顿，但想了一想又不敢，他只是一个小包工头，麻大师那可是大人物，西河城里都有名头，而且麻大师不是一个人，他师门声势也不弱，他师兄在省城更是声名赫赫，这样的人物不是牛包头能惹得起的。他对布局道：“麻大师说他今天不太舒服，法力发不出来，你这边的钱他们会退。”还法力发不出来？于荣又哈的一声冷笑，猪鼻子插大村装响。布局只剩苦笑，他这会儿焦头烂额的，只想把这事捂下来，钱退不退的无所谓，现在这摊子怎么收场了？他转身求救似的看着于荣，于荣道：“我问问小朱，那个邪怪给你除掉了没有？”朱剑锋闻言摇头，只是吓退。布局惊道：“还在这里面呢？那要怎么办？小朱，这个事就拜托你了，请你一定除了这个邪物。”布局忙也合掌拜求。这时他手机短信声响起，他一看是银行发的收款提示，那边退了6万过来。布局这会儿也没办法，他索性又加了4万，10万块直接给朱剑锋转账。朱大师，10万块，请你一定帮忙。他这个数字倒是把朱剑锋吓一跳，他没文凭没技术的人，就是卖苦力，2年甚至3年都挣不到这个数。不过他面上没写出来，我试试看吧，我回去准备一下，晚间过来做一碗看看。他这会儿除了关羽就是一个凤羽，他觉得要把那怪物彻底吓走，可能还是要借关二爷的威。于荣喜道：“小朱来做一碗肯定管用，我家里就是请小朱做了一碗。”布局忙合手：“辛苦朱大师，辛苦朱大师，不辛苦。”朱剑锋摆摆手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说完骑着125摩托车离开了。牛包头看着他背影，还是一脸的狐疑，昨天还是干杂活扛包的，怎么今天就成大事？于荣注意到了他的神情，怎么着？你亲眼看到了还是不信？没法信啊，我跟他太熟了，以前经常给他活干的，是个能吃苦的人。但你说他能捉鬼，这个我还真是没听说过。什么叫你给他活干？合着扛活的就不能是个人物？于荣冷笑：“汉高祖刘邦不过一亭长，朱元璋更是个要饭的，你也瞧不起他们？可这也太神了呀！”牛包头抓着脑袋，我这脑子实在转不过弯来。朱剑锋晚上有事，加之才得了10万块，他也就没去宫殿，买了点酒菜直接回家。他家是城中村的自建房，有一个小院子，建了一幢3层的小洋楼，但家里没其他人。说起来，朱剑锋是个苦命的，他5、6岁的时候，爸爸出车祸死了，妈妈改嫁，爷爷去世的也早，是奶奶把他拉扯大的。他奶奶倒是个厉害角色，会请神，会接生，会算命，信他的人还不少，收入也就不错，因此就帮他翻盖了这幢房子，说给他娶媳妇用。可惜在他18岁时，奶奶也过世了。朱剑锋进屋后，又下了半斤面条，面条就着卤菜把晚饭搞定，泡了壶茶，在凉椅上坐下，研究起了关羽。黄二毛拱爪恭敬的道：“帝君。”朱剑锋点点头：“我想到一事，你要吃什么东西的？有劳帝君动问。”黄二毛很恭敬：“我没了肉身，只是阴身，不需要吃东西。”话是这么说的，可他的面部表情还有些犹豫。这个老黄啊，我跟你直说，我不是关圣帝君，只不过是得了关二爷的传承，好多事情我其实并不了解，所以你不必太客气，有话呢也不必藏着掖着，有话直说就好了。是。黄二毛又拱了拱爪子：“我说的是真的，阴身的话要保持不败，有香火是最好的，没有香火，血气阴气之类的吸一吸也有好处。但帝君你这封神榜是个神域啊，我在这里面神气长了好大一截。我本来是阴身，只能附体，并不能打人，但现在嘛，好像爪子都凝实了，可以挠人一下。”他说着，还把爪子举了举，做出挠人的样子。原来这个关羽所谓封神是这个功能啊！朱剑锋恍然大悟，收的阴灵之类到了封神榜上，吸了神气就可以现身，难怪姜太公的封神榜也要到封神完了，那些神才起作用，应该也是这个道理。黄二毛见他凝思，却以为他是在想白天的事。帝君，你是在想工地那个鬼物吗？那鬼物其实我认识，你认识？朱剑锋又惊又喜，会过几次，算是有些熟了。那鬼物其实不坏，他是400多年前这里的一个里长倭寇来犯，他带着乡里抗倭，死在倭寇手中。乡里人纪念他，给他建了个庙，也享了几十年香火。可惜后来清代明，他的庙也毁了，就没了香火，最终没能成神，也只是一个半阴身，不过也比一般的鬼要强得多，所以他白天能出来，难怪他白天敢搞事。原来是这样。朱剑锋兴致勃勃，又跟黄二毛请教了一些神道中的事。这黄二毛开了灵智，勉强算是成了精，只可惜到没成，中途死在了于荣手里。但他百年老怪，知道的东西还真是不少，他也不隐瞒，大致跟朱剑锋说了，听得朱剑锋兴致盎然。看看天黑，朱剑锋道：“老黄，我们回头再说，先去会一会那个孙里长，这个容易，过去了我叫他一声，他自然出来，到时说和，问问原因，看他是为了什么要做官。我估计啊，是这幢房子占了他的地，他那庙虽然毁了，地基在这里呢，占了他的地不能复原，他自然不高兴，就作怪。待会跟他说和，想个办法。”行。朱剑锋本来没太大的办法，现在有黄二毛是个熟人，能拉上话，那更好了。那我也不要办那身行头了，直接去吧。朱剑锋本来的打算是要把关公的全副披挂都搞上，
看能不能借关公之威把邪物吓走。现在有熟人好说话，就不必要了。他收了关羽，骑上摩托车到工地。工地这会儿冷冷清清，不但工人散伙回家了，就连看守的也溜了。工地上基本都是本地人嘛，原也是下面乡里的，没人敢待着呀。有邪怪的，还不知是个什么玩意儿。而且全西河出名的麻大师都在了，普通人谁敢留下来？朱剑锋骑着摩托车到空地上，下车把关羽打开，放出黄二毛。帝君，我去找他。说着一溜烟的去了。没多会，黄二毛就带着一个古代人装扮的人来了。这人中等个头，穿一身古人装束，40-50左右年纪，留着胡子。黄二毛带那人到朱剑锋面前，孙里长，这便是我东家朱剑锋，得了关圣传承，待关圣帝君封神。原来是关圣帝君弟子。孙里长拱手作揖，孙元这厢有礼，先前不知得罪之处，还望朱先生恕罪。他是半阴身，这世间事也都能看能听，知道现在流行称人为先生。孙里长客气了。朱剑锋忙也拱手，我听老黄说，孙里长还是抗倭的英雄，倒是失敬了。朱先生客气了。孙元再次拱手，朱先生是为工地的事来的吧？是。朱剑锋点头。孙里长是抗倭英雄，多不相违，但这工地是怎么回事？是他们得罪了你？他们做得太过分。孙元恼怒的道，他这工地下面原只是我的庙，庙后有我的骨灰坛子，他们动用挖掘机挖地，挖出来后坛子全碎了，他们也没管，直接装渣土车里倒去了城外，骨灰也全撒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这确实太过分。骨灰现在还能找点回来吗？找不回来了，本来就散了，又和渣土混在一起，没办法找回来。朱剑锋一时间有些为难，骨灰其实无所谓吧？孙里长，你已成阴神，受了香火，阴身都凝明了，肉体都不需要，更莫说骨灰。那阿兀儿确实不需要，我只是有些恼火他们的做法，有时候气起来就捉弄他们一下，不过我也没弄死过人。朱剑锋一听他这说法，知道还有转圜的余地，那我明天让他们祭一祭你，或者再给你建个庙。不过现在建庙可能要批。我知道。孙元点头，建庙就算了，这里是城里，不可能批得下来。那我让他们祭你一祭。朱先生。孙元却突然拱手，很恭敬地看着朱剑锋，我听老黄说，朱先生得到了关圣帝君传承，待关圣封神，要开神谕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朱先生能不能答应？朱剑锋面相憨，但人不傻，脑子其实还蛮灵光的。所谓面带朱相，心中嘹亮，说的就是他这种人。他一听孙元的话，就知道孙元是个什么意思。孙里长，请说。我请朱先生封我为神，小人愿意遵奉关公，在朱先生座下奔走。果然是这样。朱剑锋先已猜到，也不必拒绝，坦然点头。可以。孙元大喜，正了正衣冠，大礼拜下。孙元拜见主公。主公这个称呼，倒真是和关羽那个时代的习俗。朱剑锋听着也高兴，就也回了一礼。孙里长，请起。你想封什么神？孙元面色激动，但凭主公赐封。朱剑锋一时倒是为难了。孙元是个精乖的，要不等我在主公帐下立了功劳，到时再封。那也行。朱剑锋想想也对，那你先跟着我入榜上来。我这关羽，黄二毛说是神谕，你是半阴身或有好处，也许能完全凝聚阴身，成为阴神。孙元大喜，多谢主公。他身子刚一动，却又回身站定。主公，这工地老板布局是请你解决我的问题是吧？是的。朱剑锋点头道，你既已封神，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但别人不知道啊，尤其是那些工人什么的，他们不知道问题解决了，肯定还在到处传，那是个问题。黄二毛插嘴。朱剑锋也皱眉，孙里长，你有什么主意？我的想法是，我先不入封神榜，明天先配合主公演一出戏。我得了香火，也有一点小术法，这地下有一条蛇骨，我可以用术法幻化一条大蛇，便装作是这里的邪物。明天主公持关刀把蛇斩了，我把蛇骨留下，别人见了蛇骨，自然就信了主公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好主意。朱剑锋大赞。黄二毛也赞，老孙不愧是做过里长的人，把人情人心摸得透。那就这么办。朱剑锋拍板，他当即拨打布局的电话。布局的声音响起，朱大师，顾老板叫我小朱就行。是这样啊，我现在在工地看了一圈。布局急问，怎么样朱大师，那个邪怪还在吗？在。朱剑锋肯定的回复。布局在那边吓得心中一跳，声音都有些颤抖。那怎么办？我这块地是不是不能要？那倒没必要，顾老板你莫担心，这个事我能解决。布局大喜，那太好了。朱大师千万拜托你，可是需要我做些什么吗？别的不需要，我明天中午11点过10分持关刀请关圣帝君上身斩那邪怪，你把消息放出去就行，愿意来看关圣帝君神威的都可以来，请关圣帝君上身斩那邪物。那太好了。布局狂喜，我马上把消息发出去。他挂了电话，当即就发消息，他一堆乱七八糟的群，每个群都发了一遍关圣帝君上身，这个牛啊，别人我不信，关圣帝君我是信的。关圣帝君斩邪，那准错不了。关圣能信，但那人能不能信呢？听说就是一个工地扛活的农民工。什么农民工？人家是城里人，虽然建的自住房，城镇户口好不好？什么狗屁城里人乡下人，现在还论这个？依我说乡下人更好。城关镇这一带的农民，良田改菜地种了菜，不但卖到县里，还卖到西河，比我们这拿死工资的要舒服多了。他们那边的户口30万买不到的。是啊，城里人背着房贷买片菜叶子都要花钱，现在工作也不好找，这么多人挤在城里，我看吃什么？吃他娘穿他娘，闯王来了不奈良。网络就是这样，歪着歪着就不知歪到了哪里。但朱剑锋明天中午请关圣帝君上身要斩邪物的消息也还是传了出去，殊不知这些飞速传播的信息已经引起有心人的关注。请关圣帝君上身斩邪除怪，这些神棍玩不出点新花样来。他随手刷过，但马上又刷了回来。我可以去打假的，把这当做一条反面新闻发出来。他越想，眼光越亮。
最后一握小拳头就他了。他叫胡平，西河电视台的王牌记者，出镜率极高，又因为长得漂亮，人称西河之品。只不过现在的新闻点也不好找了，每天翻来覆去能播的就那么点子事。朱建锋这个关圣帝君上身，正好作为反封建反迷信的反面例子。胡平一通联络，还真就联系上了布局。布局接到电话，一听说是西河台的记者，而且还是美女记者胡平，一时间也不知是该激动还是害怕。激动的是他的工地不花钱能上电视，这要是朱协成功，就是最好的宣传了。还怕房子卖不动，害怕的是万一朱协不成功呢，那可真的是要遗臭万年。他一时间有些犹豫，不过还是一咬牙答应下来。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奥迪变奥拓。朱大师是明天中午11点过10分朱协，如果胡记者那个点过来要直播的话，我这边可以配。谢谢布老板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明天11点之前一定过来。第二天一早，胡平从电视台出来，摄像记者大李见他阴沉着脸，好奇的道：“怎么了？又见着什么天怒人怨的事？”记者毁三观的见闻多，如果没有一颗铜心铁肺，极容易愤怒到爆炸，爆不了就自己抑郁。大李30多了，见得多，不说铜心铁肺的，基本上也是视而不见。但胡平年轻才27、8，还有着或多或少的良心，经常见到些特别气的，而且偏偏还不能报道的事，他就自己生气。今天不是说去采访一个神棍吗？我昨天从一些渠道了解到，那个神棍就是一个工地上扛活，因为个子高大，扮演了一次关公，就玩起了什么关圣帝君上身。关圣帝君上身，这挺有意思的。大李笑道：“这个你生什么气？我气的是一个明打明的骗子，我们的百姓们为什么就会信他？”胡平重重的呼了口气，胸膛有一个不小的起伏，胸前那一粒扣子绷得紧紧。大李因此盯了一眼，这有什么生气的？大李眼光错开，老百姓一直是这样的，所以说我们的人民需要教育，需要引导，有些时候甚至需要鞭挞。大李这家伙是老油条了。胡平闭上眼睛，懒得听他废话。采访车刚开到城东工地，布局立刻迎过来，胡记者，欢迎莅临指导。胡平伸出一点指尖跟布局握了一下，顾总，我听说今天这位要开坛做法的朱大师其实是个农民工。布局一听暗暗叫苦，记者果然厉害，这么快就把朱大师的底细都打听出来。但他嘴上却道，那位朱大师是城镇户口，他算是灵活就业，但要说农民工嘛，他起码不是农民。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？胡平瞥他一眼，尖刻地问，顾总，你是一位成功的商人，眼光应该是比较犀利的，你是怎么会相信他的？布局张嘴想解释，却发现还真不好解释清楚。难道他能说他先也是觉得给朱建锋骗，所以花高价另请了西河的麻大师？结果好，麻大师反而栽了，而救场的反而是胡平口里的这个农民工。于荣见布局给胡平僵住了，暗看这西河之平漂亮是真漂亮，但说话也真是不留情面。胡记者，你是觉得我们这些人素质都不高，都爱迷信神棍是吧？胡平抬眼看他眸光清冷，很有一种寒梅独立的意欲。于荣无视他这种眼光，继续道，胡记者你自己也说了，布老板是个成功的商人，他既然能成功，你说他素质不高，那不是打自己的嘴？胡平眉头一拧，不过他还是没说话。于荣说话带着火气，他身为记者，经的事多，不会和人吵起来的。于荣见他不接招，呵呵冷笑两声。胡记者今天既然来了，那就现场看一看，你口中素质不高的商人请的农民工神棍到底是个什么底色？这就是在挑衅。胡平点头，我来了，不看清楚不问清楚就不会走。他的火气也上来了，或者说本来就有火。这种俗不可耐的商人，而且吃完迷信居然挑衅他，他更火了。他下了决心，今天不把那神棍的面目揭开，顺便把这些商人鱼丸的嘴脸打上几巴掌，他不会走。而对这边的冲突，朱建锋一无所知。他昨夜和黄二毛聊了半天，听了半天的《搜神记》兼天荒夜谈，然后美滋滋的睡了一觉，做梦还娶媳妇，接了红盖头。新娘子嫣然一笑，突然变成一条蛇，居然是白娘子。朱建锋一下子给吓醒了，这才发现已经天光大亮，起床打了一套军体拳，出一身透汗，洗个澡。10点左右换上全套的关公行头，绿袍绿帽子，还特意换了一双靴子。这天气热，穿靴子跟火盆子一样。不过今天要唱戏，扮相的威武，再又涂了个红脸，把长胡子挂上，最后拿了木头关刀就往布局的宫殿来。此时工地都是附近闻讯而来的居民，好多人举着手机，关圣帝君朱协自带流量。胡平坐在采访车里刷手机，听得叫嚷声，扭头一看，朱建锋红脸绿袍黑胡子，让胡平一撇嘴，果然是个民工，俗不可耐。他这其实是带着主观的火气，如果是客观来说，戏台子上的关公就是这扮相，凭什么朱建锋这么打就服了呢？胡平下了车，那边朱建锋也下了车，正和布局于荣几个打招呼，看到胡平走过来，后面跟着扛着摄像机的大李。于荣对朱建锋道，小朱，西河台的记者要采访你，不过那个记者没安什么好心。朱建锋回头看到胡平，眼光不由得一亮。胡平不光漂亮，身材也很好，而且朱建锋还是他的粉丝。朱建锋21岁的年纪，胡平的照片陪伴了他不知多少不眠之夜，今天见到了真人，他的眼光自然就亮了。胡平却不由得暗暗的一蹙眉头，还真是贼眼如炬。他走近对朱建锋道，你就是那个说会关公上身的农民工朱建锋吧？请问你怎么证明关公上身了？这话太直接了，等于直说朱建锋是在骗人。朱建锋虽然是胡平的铁粉，但他却知道对女人不能太惯着，你惯着她，她只会当你舔狗。朱建锋微微一笑，胡记者，你听说过一句话没有？什么话？胡平眼光清冷，虽然没有明显的带着憎恶，但也没有半丝笑意。关公不睁眼，睁眼要杀人，这和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？胡平稍有点恼，这些神棍就是这样，惯于绕来绕去，把问题绕开，肯定有关系啊。朱建锋坚持，有什么关系？
关系，胡平身为王牌记者，他有着自己的骄傲，他不相信朱剑锋能从言语上绕过他。你看着我眼睛，朱剑锋自己眼睛微眯，我在看着你。胡平点头，朱剑锋暗暗一笑，运气凤眼眼睛突然一睁，胡平只见得眼前一道冷光闪过，脑中瞬间一片空白，只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杀气，就好像有一把刀劈头盖脸砍下来一般。胡平一声惊呼，不由自主的连退几步，差点摔倒。即便站稳了，心脏也砰砰狂跳，额头上冷汗疏疏落下，双腿发软，小腹间更有一股强烈的尿意。你做什么？大李扛着摄像机看到胡平惊叫后退，顿时怒喝一声：“我什么也没做呀！”朱剑锋收了凤眼，要笑不笑的看着他：“你看见我做什么了？”大李确实没看到他做什么。朱剑锋和胡平至少隔着半米的距离，可胡平为什么突然这样？他一头雾水看向胡平：“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”胡平这会儿才醒过神来，但给这么一下，先前那一枪间怒火什么的，突然间全都卸掉，整个人心气都有些萎靡不振。我没事。他摇了摇头，与朱剑锋眼光一对，他心下一虚，忙把眼光垂下去。素来骄傲的西河之平，这一刻竟不敢与朱剑锋这个他鄙视的神棍对视。他这个情形，布局于荣牛包头几个全看到，不由得个个惊讶。于荣暗赞：好个小猪，果然手段非凡。布局则是暗惊：他搞什么呀？怎么看一眼胡记者就吓成这个样子？而牛包头在震惊之余又极为迷惑，他看一眼就能把西河台的美女记者吓成这个样子？不对啊，他在我手下揽活的时候，不是最老实最肯吃苦的一个吗？朱剑锋则是暗暗一笑，转头对布局道：不，老板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辛苦朱大师了。如果说今日之前叫朱大师还有点勉强，见了今天这一幕，他可是心服口服了。先前胡平在他面前那个骄傲可这会儿就像双打的茄子一样。朱剑锋看一眼就能让骄傲的西河之平变成这个样子，他怎么能不心服？朱剑锋点点头，转身走向工地。胡平看着他走过去：大李，你先拍着，我有点头晕，上车休息一下。上车把车门关上，他从随身带的包里拿了一块护垫，看了一下还算好。他先前真的有些担心，那强烈的尿意实在是把他吓着了。要是当场给吓得尿了裤子，还给人看见，他的记者生涯也就到头。他垫上护垫，眼见朱剑锋走到了楼栋前面，大约30米左右，站住。他想了想，还是下了车。虽然朱剑锋那一眼确实吓到了他，但这会儿缓不进，他反而就更怒。面对朱剑锋，他不敢怒了，心气虚了，但在背后却只会更怒。我倒要看看这个神棍到底玩什么。他暗养银牙。朱剑锋站定，举着木头关刀，大喝一声：妖邪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敢扰人生事！某家关羽在此，速速出来受死！他这声音极大，四面围观的人则是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瞪大着眼睛看着，包括胡平在内。不过他嘴角微微上掠，漂亮的唇边挂着一缕冷笑。这种神棍的手段，他见得多了不稀奇。下一刻，他眼光一凝，因为他看到楼内突然窜出一股黑雾。不过他只是愣了一下，随即就冷笑出声：还有托，果然会玩。可围观的百姓不像他那样先入为主，顿时就惊呼声四起：有黑雾，这是妖物啊！妖怪要出来了，快跑！怕什么？关二爷在呢！围观的百姓有的往后退，有的则强撑着，唯有胡平反而往前面走了几步，走到大李前面。大李，都拍下来，看他玩些什么花样。大李点头，话还没落音，他眼珠子陡然瞪大。楼道里钻出来一条巨大的眼镜王蛇，上半身人立着，下半身往前快速的游动。天啊，这么大的眼镜王蛇，这怕是蛇妖吧？白娘子，肯定是白娘子。胡扯，白娘子是菜花蛇，你才胡扯呢！菜花蛇是花花绿绿的，不是白的。胡平本来嘴角始终挂着冷笑，看到这么大一条眼镜蛇，他的冷笑不见了。即便是托，这蛇也太大了呀，到哪里去找这么大一条蛇？全世界都找不到吧？难道真有蛇妖？他三观开始迷乱。朱剑锋刀尖指着眼镜王蛇，厉声道：蛇妖为什么在这里祸害民众？眼镜王蛇竟然开口了：这本是我家，我的窝在这里几百年了，你们占了我的窝，还反咬一口，人类永远这么无耻吗？众人再次轰动，蛇会说话，真的是蛇精天拉乌，蛇成精了啦！我看到活的白娘子，白娘子不是眼镜王蛇，没那么毒，那就是小青，小青是竹叶青，也不是眼镜王蛇，对，又扛上了。胡平则是脑中嗡嗡的，蛇会说人话吗？不可能吧，应该是录音之类的假把戏，但这么大的蛇到哪里去找？机械蛇、人工录音也合成，可这也太逼真了呀！科技有这么发达吗？他一时间完全迷糊，想要信吗？实在不愿意相信，想不信吗？眼前的一切又让他找不到真相。却听李剑锋喝道：这本是人类世界，念你修行不易，又却是情有可原，去山里另外找个洞做窝吧。休想！眼镜王蛇怒叫：这是我家，谁也别想赶我走，即便你是关公也做不到。那某家就不客气了。朱剑锋怒喝：你以为我怕你啊？眼镜王蛇同样愤怒，他把身子一抬，那立起的上半身居然又长了1米左右，嘴中吐出的红杏子起码有半指长，看得所有围观的人个个心惊胆战。胡平虽然不怕任何人，但他怕蟑螂、老鼠、毛毛虫，尤其是怕蛇。看到这么大的眼镜王蛇，还吐着这么长的杏子，他只觉四肢发软，全身冰凉，妖孽猖狂！朱剑锋怒喝一声：受死！喝声中一刀劈出，眼镜王蛇反应极为灵活，身子往后一退，嘴一张，一股黑雾喷向朱剑锋。朱剑锋似乎怕了那股黑雾，急往旁里一闪。眼镜王蛇抓住机会，头往前一探，张开嘴咬向朱剑锋嘴壁。朱剑锋回刀劈向他脑袋，眼镜王蛇立刻又一闪，他没能咬中朱剑锋，朱剑锋这一刀却也没能劈中他脖子。一人一蛇，一来一往，就这么斗来起来。围观的众人可就轰动：哎呀，没砍中！小
心，它咬你了。没咬到，那可是关帝爷爷，没那么容易给咬中的。但这也是蛇妖啊，砍他腰身啊！哎呀，好机会，错过了。砍腰身有什么用？打蛇打7寸，知不知道？一刀劈2半，怎么会没用？可他上半身不死，也会咬关二爷呀，好吗？这还扛上了。胡平看得心惊胆战，大理在这种时候反而稳重一些，扛着摄像机，死死地捕捉着镜头。另一面，于荣布局几个也看得紧紧攥着拳头。这时，朱剑锋突然后退，脱刀而走，眼镜王蛇在后面急追。哎呀，关二爷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关二爷都斩不了蛇妖，快报警，叫军队来！机枪坦克大炮，还不信了就你就扯吧，还机枪坦克大炮，蛇是钻洞的，往洞里一钻，你就飞机都没用。对啊，伏蛇，倒看高手叫孙悟空。错，伏蛇妖最厉害的是法海。对，是法海，法海捉蛇最厉害了。这一次众人难得不扛了，达成一致，但随后又迷糊了，可到哪里去找法海呢？即便是胡平，这会儿都下意识地站到了朱长风一边。难道真的打不赢蛇妖？于荣布局几个更加担心，关圣帝君也斩不了这蛇妖，怎么办呢？于荣却倒不急，要对小朱不是，要对关二爷有信心。就在他的话声中，朱长风身子突然一个急旋，身子转回去，刀随身子，口中大喝一声，一刀回劈。眼镜王蛇正追着呢，猝不及防，这一刀正中脖子处，一个硕大的蛇头顿时飞起来10数米高，那标射出的蛇血怕都有5、6米高。蛇头落地，蛇身在地下翻滚，那惨白的肚皮让人心中发怵，下意识的恶心想吐。翻滚了一会儿不动了，关圣帝君斩了蛇妖了，还得是关二爷。你们发现没有？关二爷跑的时候刀是拖着的，这是著名的拖刀技啊！对，这是关二爷的绝招。关圣帝君万岁！众人一片声欢呼。胡平都下意识的吁了口长气，布局于荣更是高兴的跳了起来。这时朱长风身子突然一呛，坐倒在地。布局大惊，朱大师怎么了？于荣也惊道，没给咬中吧？莫不是中了毒？先前那黑雾肯定有毒的。但就在他的叫声中，朱长风又站了起来，抱拳向天恭声道：“恭送关圣帝君。”哦，是关圣帝君回去了。众人这下全醒悟了，恭送关圣帝君，有人就跟着叫，有人甚至跪下叩头。关圣帝君，小的王四毛给您叩头了。旁边人立刻醒悟，忙也跪下叩头。关帝爷爷，小的马大强给你叩头了。小的儿子今年高考，您千万保佑他，小人回去就迎你的神像，天天给您老烧香啊！众人一时间跪了一地，报名声、求恳声有如潮涌，就连于荣布局3个都跪下。大理没跪，摄像嘛，专业素质，先要拍下来，见谁都不跪。胡平腿有些发软，但他心中始终又有几分疑虑，也没跪。而在众人的跪拜声中，孙元悄然出来，朱长风打开关羽，把孙元收进了封神榜。第2次封神成功，奖励春秋刀。朱长风脑中立刻涌进一些信息，春秋刀不是一把刀，而是一套刀法。这套刀法共有9981招，但这套刀法最重要的不是招数，而是劲，是气。这其实是一套内家刀法，99练之，不仅是刀法熟练，还能吸天地灵气，在体内形成真气。这真气强了后，可发出体外，就是刀气。这刀气比刀锋还要厉害，动经穿石，无物不成。朱长风先前只得了凤眼，后来他悟到凤眼其实有用，杀人先有胆，敌人胆气丧了，10分本事也发挥不出3分。不过没有功法，还是有些遗憾。这会儿得了刀法，这遗憾就补上了。以后对敌也好，猪血也好，先凤眼一闪，丧了敌胆，再一刀下去，必然见功。先把刀法放到一边，回头朱长风对布局道：“不老，这蛇你搞些汽油来，我烧了这蛇身，它成精了，有点毒，一般人处理不了。”对，布局忙就搞了汽油来。朱长风当场把蛇烧了，烧是肉香滚滚，烧成灰，再又用工地的灰斗车装了，远远的拖去郊区满了。朱长风随即告辞回来，布局本来要请他喝酒，朱长风说下次他还有事要处理一下。布局几个只以为他是河蛇豆腐，要回去处理，却不知朱长风是新得了春秋刀法，急着回去尝鲜呢。胡平本想再采访一下朱长风，但犹豫半天还是没去。他做记者这些年，头一次碰上采访对象，心虚了。